Pinky 的故事。我其实是一个喜欢猫的人，来到美国后，竟阴差阳错地养起了狗，它叫 Pinky， 是我房东的狗。我以前住在房东的后院，有一天，前院的租客，一个个子很高的大男孩，弄回来一只狗，说是房东给他的，房东住在另外一个地方。男孩整天忙着谈恋爱，不让狗进屋，那狗就坐在门口他的大鞋子里。男孩经常不在家，狗就自己静静地待在客厅，寒冷的夜晚也不知道它冷不冷。我看它挺孤独，怪可怜的，傍晚跑步时就常常带着它跑。开始它怕我把它拐跑了，不肯跟我走，我就强拉着它跑。习惯了以后，它每天傍晚和我一起跑步。有一天，男孩说他要搬到公寓去了，公寓不让养狗，他说你把狗留着吧，做个伴。我看那狗怪可怜的，就把它留下来了。听房东说，这是他儿子前女友的狗，后来他俩分手了，狗就留在他家了。Pinky 的前半生其实蛮可怜的，天天待在家里，他们从来不带他出门。房东一家倒是爱他，但不懂科学喂养，每天给很多的肉，家里的租客随意扔人的食物给他吃。他吃到圆滚滚，路都快走不动，牙齿也几乎掉光了。他跟着我以后，我每天带他锻炼，房东看到他竟然能跳上我的车，惊奇的要命。房东说 Pinky 原来有一个男朋友，是只流浪狗，他俩在一起整天打家劫舍，疯得很。有一天，他俩不知道怎么从下水道钻了出来，公狗把邮递员给咬了，邮递员叫人来把那只狗给抓走了，还威胁说如果把狗领回去，他以后就不给他们家送信了。房东吓得没敢领回那只狗，结果 Pinky 从此失恋了。这狗整天在后院的草丛里钻，身上长满了虱子，他们不懂得给它上药。房东的孙女出生后，虱子把房东孙女的腿咬得到处是红点，他们就不想要它了，把它给了前院的大男孩。有一天 Pinky 异常的激动，狂吠着冲向前院，我跟出去一看，原来是他最初的主人，房东的儿子来了。Pinky 和他亲热了好一阵。房东的儿子走了以后，我看见 Pinky 竟然蹲在门口，呆若木鸡。我走近前一看，只见他眼里噙着泪水。我忽然意识到 Pinky 哭了。狗也会哭吗？我很诧异，他是不是想起了童年，他的前半生？想起了那些曾经期盼着主人归来的日日夜夜。听房东说，以前他儿子半夜从外面回来， Pinky 老远就能听出他的车声，激动的狂吠。如今他曾经那么爱戴的主人却不要他了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啊！我越想越难过，心中暗暗说 Pinky 妈妈再也不抛弃你了。而我不知道是他的第3任还是第4任主人了。Pinky 自从跟了我以后，性情平和多了。我想是因为爱的缘故，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。有一天，搬走的大男孩回来看他，他只是象征性的摇了摇尾巴，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。在美国，给宠物看病的费用比人还高。我没有养狗的经验，更没有给他看病的钱，遇到小问题都是自己琢磨应对，如果得大病就只能自生自灭了。我凭着所学的营养学知识喂养它，它很少生病。我又搬家了。有一次，另一位室友给他喂了半块鸡胸脯，量太多了，他半夜里又吐又拉，差点死了，几天没吃东西。还有一次，他一条前腿忽然瘸了，我急切地一边为他祷告，一边给他喂醋，结果他奇迹般的康复了。在我买房子以前，经历了一段非常狼狈的日子，半年搬了3次家。华人的租房广告里都写着免宠物，因为带着它，我很难找到住的地方。儿子说不行就把它送人吧，我坚决不同意，我已经把它当成自己的女儿了，我怎么能把自己的女儿送人呢？在那些颠沛流离的日子里， Pinky 跟着我四处为家，吃了不少苦。不管房间大小，他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迎接我下班回家的那一刻。而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周末带着他到处游玩，看着他屁颠屁颠的样子，我心里就充满了欢乐。Pinky 晚上在我的脚头睡觉，我俩盖一张被子。狗的温度比人高，我一般不碰它，嫌它烫。
有一次，我感染了新冠，发作的那天晚上，浑身和双脚冰凉。我把脚放到 Pinky 的身上取暖，他那温暖的小身体捂着我冰冷的双脚，竟然一动也不动，一点也不嫌弃我。在我卧床不起的日子，他一直静静地陪伴在身边，哪儿也不去。我心里感动，觉得他其实什么都懂，只是不会说话而已。不久前我去外地，把他寄放在原来的房东家里，他有眼疾，我交代房东给他上眼药，而他们完全没有放在心上。我回来接他的那天，天正下着雨，房东一开门，他就冲了出来，在雨里乱跑。我叫他，他也没反应。我把他抱起来一看，他的眼睛里糊满了眼屎，啥也看不见，难怪连我也认不出来了。我把他抱回家后，他才认出我来，激动的狂吠。回家的路上，看着脏兮兮的 Pinky， 我很心酸，一边开车一边哭，心想再也不能把他放回老家了。以后不管去哪儿，只要在境内，我都要带着他。今后我也要努力赚钱，要赚出给他买机票的钱。Pinky 的出生时间是我带他打疫苗的时候，从电脑扫描他身上的芯片得知的。他生于2011年7月5日，那时我还没有来美国。我们各自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中忙忙碌碌，直到2019年我们相遇，那时他8岁，如今已经第6年，他13岁了。我有时候想，我来美国是不是就是为了有一天遇见他，与他相伴的日子，每天看见他，抱着他，我就幸福感满满。有句话说，你拥有全世界，而他却只有你。我深深地理解了美国人说的那句话，狗是你的家庭成员。我是小